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跻身中产阶层，享受着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然而，在表面的光鲜亮丽背后，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正在上演，大多数中产家庭正面临着返贫的危机。财经评论员杨国英曾发出警示，在如今这个时代，国内 90% 的中产家庭将出现财富缩水，重新坠入贫困的泥潭。这个看似骇人听闻的断言，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根源。中产阶层虽然拥有了更高的经济地位，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诱惑和陷阱。他们不自觉地被卷入过度消费、高风险投资、盲目攀比等漩涡，将辛苦积攒的财富慢慢蚕食殆尽。一旦外部环境出现波动，他们脆弱的经济根基就会轰然倒塌。具体而言，中产阶层面临着5大返贫陷阱：面子陷阱、鸡娃陷阱、赚钱陷阱、躺平陷阱和健康陷阱。这些陷阱看似不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源于对金钱和生活的错误认知，都反映出人性的弱点和欲望的泛滥。一旦踏入这些陷阱，再多的财富也会如流水般消逝。那么，这5大陷阱究竟是如何布下的？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落入其中？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深入剖析每一个陷阱的形成机制和应对之策。唯有看清财富背后的真相，我们才能在汹涌的时代洪流中稳稳地站立，不至于被击倒、被淘汰。1、面子陷阱。对于许多中产阶层而言，最大的诱惑莫过于面子消费。他们拥有了不错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自然希望通过外在的消费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于是，名牌包包、豪车、高档会所成了他们的标配。为了体现自己的小资生活，他们甚至入不敷出，将辛苦赚来的钱悉数花在了享乐上。表面上，这些人过上了令人艳羡的中产生活，可实际上，他们的钱包里往往空空如也。他们陷入了赚一分花一分的恶性循环，没有为未来积累任何储蓄。一旦遇到意外情况，他们脆弱的经济基础就会瞬间坍塌。著名画家常玉的经历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常玉出身富裕，从小就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留学法国期间，他不惜重金去最昂贵的画室学习，闲暇时光也都消磨在了声色犬马中。然而好景不长，常玉家中突遭变故，经济来源骤减。但为了维持面子，常玉依旧保持着奢侈的生活方式，经常高消费，请客吃饭。结果本就岌岌可危的积蓄很快花光，常玉最终沦落到要靠打零工度日的地步。晚年的常玉曾感慨，年轻时候有的是钱，却没好好使用，现在需要钱，钱又不见了。这句话道出了无数中产阶层的辛酸。当初为了面子挥霍无度，最后却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陷入财务危机的泥潭。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疫情、金融危机、裁员，任何一个变故都可能让我们手足无措。如果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我们就很难抵御这些冲击，很容易一夜之间返贫。因此，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理性消费，不被面子绑架。与其把钱花在虚荣的享受上，不如留出一部分用于储蓄和投资。唯有保住银行卡上的余额，我们才有底气去对抗未来的风险和挑战。正如华盛顿的格言所说，节俭是收入的一大源泉，懂得节俭才是真正的富有，敢于抗拒诱惑，才能赢得长久的尊重。让我们摘下面子的枷锁，用理性和智慧来对待金钱，以平和淡定的心态去过好每一天的生活。为此，方能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稳稳地站立，不至于跌落深渊。2、鸡娃陷阱。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已经成为中产家庭最大的焦虑之一。为了让孩子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先机，许多家长不惜重金投入教育，希望通过鸡娃来改变孩子的命运。一位上海的中产家长曾晒出自己一天的教育账单，金额高达近万元。
2个孩子除了上学，还要参加马术、高尔夫、竖琴等昂贵的课外辅导。从婴儿时期开始，这些家庭就已经将鸡娃视为头等大事，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而，这种过度的教育投入真的有效吗？孩子的未来真的能用金钱堆砌出来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小琛的经历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为了让小琛接受更好的教育，他的父母不惜花费268万元，将他送到美国读高中。为了支付这笔巨额费用，父母还欠下了大量外债。小琛在国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最终考入了藤校。25岁回国后，他本以为凭借金光闪闪的履历就能找到高薪工作，早日帮父母还清债务。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即使拿到了不错的工作，小琛发现自己的薪水远远无法覆盖当年的教育成本。30岁的他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债务，对未来充满迷茫。小琛的故事绝非个例，许多中产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倾其所有，最后却发现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正比。教育似乎成了一场豪赌，赌注是家庭的财富和孩子的未来。面对教育焦虑，我们是否应该退一步，重新审视鸡娃的意义？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昂贵的教育并不等于优质教育。许多贵族学校、名校的教学质量并不一定优于普通学校，而过多的课外辅导也可能适得其反，磨灭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盲目跟风鸡娃不仅费钱，也未必真正有益于孩子的成长。其次，比起各种技能培训，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人格或许更加重要。一个有责任心、有同理心、能自我调节的孩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快乐地成长，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美好的未来。相比之下，一个被过度保护、过度塑造的孩子，很可能会在面对挫折时手足无措。最后，教育不应该成为攀比和炫耀的工具。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有自己的长处和潜力。千篇一律的教育模式只会扼杀孩子的个性和创造力。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激发孩子内在的潜能，让他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闪光。也许与其拼命鸡娃，不如用有限的资源去营造一个充满爱和鼓励的家庭环境。在这里，孩子可以自由探索，快乐成长。在这里，孩子可以学会独立思考，学会面对挫折。在这里，养成终身学习、无所畏惧的品格。这才是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让我们跳出鸡娃的陷阱，用最朴素的方式培养最优秀的孩子。相信只要给孩子一片广阔的天空，他们就能展翅高飞，创造无限可能。3. 赚钱陷阱。对于许多中产阶层而言，仅仅依靠工资收入很难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于是投资理财成了他们寄予厚望的发家致富之路。股票、基金、房产，各种投资渠道层出不穷，似乎只要掌握了某个秘诀，轻轻松松赚钱就唾手可得。然而，投资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市场瞬息万变，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盲目跟风，没有深入研究，很可能就会落入赚钱的陷阱，血本无归。即使侥幸赚到了钱，也可能转瞬即逝。正如一句金融圈的名言所说，财富像一只鸟，来得快，去得也快。小红夫妻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小红在事业单位工作，丈夫是一位知识分子，两人勤俭持家，通过创业赚到了第一桶金，在结婚时就拥有了2套房产，生活本应安稳，但丈夫却在小红生病后萌生了辞职炒股的念头。起初，丈夫的投资屡屡得手，尝到了甜头，他变得志在必得，决定孤注一掷，把所有积蓄都投入股市。然而，当行情发生逆转，股票一路下跌，小红夫妻眼睁睁看着辛苦攒下的财富化为泡影。为了套现止损，他们不得不贱卖房产，最终负债累累。炒股不仅没让小红夫妻致富，反而让他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个故事再次警示我们，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一味贪图快钱，最后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在投资领域，
没有人比巴菲特更有发言权。这位股神曾留下了一句警示名言：投资的第一法则是不要亏损，第二法则是牢记第一法则。这看似简单的2句话，却道出了投资的精髓。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让钱生钱，而不是让钱消失。因此，控制风险，避免亏损，是每一个投资者的第一要务。与其盲目追逐高回报，不如稳中求胜，谨慎布局。只有先保住本金，才有机会去获取收益。对于大多数中产阶层而言，与其把宝压在投资上，不如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竞争力上。当你的能力变得更强，你创造的价值就会更多，财富也会随之而来。相比之下，这是一条更加稳妥和可控的财富之路。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就完全没有意义，关键是要学会控制风险，不贪不惧，循序渐进，在有限的资金内进行适度的投资尝试，积累经验教训。同时，要不断学习金融知识，提高自己的投资素养。只有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我们才有资格去谈投资，去博弈市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财富的积累也绝非一蹴而就。让我们远离投资的迷思，脚踏实地，用智慧和汗水去开拓人生。相信只要保住手中的资产，不断增值自己，财富终会不期而至，造就属于我们的小康生活。4. 躺平陷阱。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一份可实现的未来的报告中指出，未来将有 70% 的工作被淘汰。这个惊人的数字背后，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冲击。在这场变革中，如果我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就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无情淘汰。当大部分人还在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时，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已经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未来，越来越多的岗位将被机器取代，只有那些需要创造力、想象力和综合判断力的工作，才能在这场竞争中幸存。如果我们的能力停滞不前，如果我们无法提供独特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很难在职场上立足，更无法分享时代发展的红利。网上曾有个问题：400万存款能否躺平？博主瑶瑶的回答让人唏嘘。30岁那年，瑶瑶存够了400万，还有一套每月租金上万的商铺。他以为这些财富足以让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平，于是他辞去了工作，开始过起了悠闲的生活。然而，现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8年间，房价飞涨，手中的现金越来越不值钱，电商的冲击下，商铺也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更让瑶瑶痛心的是，当年和他条件相当的朋友，如今都已是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而他却在无所事事中虚度光阴，在柴米油盐中逐渐迷失自我。躺平换来的是曾经的财富一点点贬值，是曾经的朋友渐行渐远，是光阴虚度、碌碌无为的空虚。瑶瑶的故事警示我们，即使有了一定的积蓄，也绝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唯有不断进步，方能不被甩在身后。罗振宇在一次演讲中说，你必须不停奔跑，才能留在原地。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却是当代职场的真实写照。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停滞就意味着落伍，躺平就意味着被淘汰。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突破，我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那些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来说，更要警惕躺平的诱惑。你所拥有的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和平台。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躺平，那就是对机遇的放弃，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与其安于现状，不如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创造更大的价值。人生的闪光时刻转瞬即逝，一旦错过，便再难寻回。让我们以永不止步的姿态，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勇前行，用汗水浇灌梦想之花，用智慧开创美好未来。相信只要我们不甘平庸，只要我们不停歇脚步，就一定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书写属于自己的华丽篇章。5. 健康陷阱。北大教授刘国恩做过一项长达20年的跟踪调查，
试图寻找财富积累最关键的因素。当调查结果揭晓时，许多人都大吃一惊。原来，决定一个人能否长期富有的，不是学历，不是背景，而是身体健康。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刻的启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是有限的，只有身体足够健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最大的价值。反之，如果健康每况愈下，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更可能因病致贫，陷入财务危机。就像经济学家迪弗洛绘制的经济曲线图，很多中产家庭一开始都处在右半区域，拥有良好的收入和可观的资产，但一场大病就足以让他们跌入左半区，面临贫困的威胁。健康原来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而对健康的忽视，往往就是导致返贫的最大陷阱。作家李木曾是一位网文大神，以出色的写作能力和惊人的更新速度，俘获了无数读者的心。为了追求日更10万字的目标，他常常连续48小时不睡觉，将自己的身体透支到了极限。这种疯狂的工作状态，虽然让李牧在35岁就实现了买房的梦想，但也埋下了健康的隐患。几年前，当他专注于创作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医院的检查结果如晴天霹雳，李牧竟然已是肝癌中期。从此，原本意气风发的李牧不得不放下笔，开始了漫长的治疗。昂贵的医药费很快就耗尽了他的积蓄。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卖掉了好不容易买下的房子。曾经为了生活而拼命工作，到头来却把工作、房子和健康全部丢了。李牧的遭遇是对所有人的警示。再多的金钱，如果没有健康，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该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呢？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学会善待自己的身体，把健康放在首位。时尚杂志前编辑袁小娟患癌后曾感慨，贫穷和富有就是一场病的距离。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从底层跻身中产，但也可能因为一场大病瞬间返回贫穷的起点。原本坚不可摧的财富，在病魔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很多人花大把时间去钻研理财、投资，却忽视了最应该投资的领域——自己的健康。殊不知，再高明的理财术也抵不过病入膏肓的医药费，再精明的投资者也比不上一个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为金钱奔波，却常常忘了，没有健康，一切都是空谈。那么，怎样才能将健康与财富统一起来呢？答案很简单，惜命就是在珍惜你的财运，保持健康就是在为你的事业增值。用适度的运动换来强健的体魄，用规律的作息换来精力的充沛，用定期的体检换来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别忘了给自己的身体一个休憩的机会，给心灵一个放松的时刻。只有把健康的种子播撒在理财的土壤中，我们的事业之树才能常青，我们的财富之果才能长红。让我们以更长远的眼光去呵护自己的身体，经营自己的人生。相信只要我们尊重生命，善待自己，就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快乐和财富。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通往财富自由的道路上，有太多的陷阱和障碍。面子的诱惑让我们在虚荣中迷失自我，鸡娃的焦虑让我们在攀比中耗尽积蓄，投资的赌局让我们在追逐财富的路上迷失方向，躺平的陷阱让我们在自我满足中丧失斗志，健康的忽视更让我们在疾病中失去了一切。这5大陷阱，每一个都像一只无形的手，悄无声息地把我们拉向深渊。他们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放大了欲望的诉求，让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返贫的不归路。然而，一旦我们看清了这些陷阱的本质，一旦我们有意识地去规避、去对抗，我们就已经比大多数人更近了一步。罗斯柴尔德说，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足够的谨慎，才能创造巨额的财富，而要守住这些财富，则要付出10倍于创造财富所需的才智。这话一点也不假。在汹涌的时代洪流中，我们要像一叶扁舟，既要掌握好方向，也要留心暗礁；既要乘风破浪，也要审时度势。
未来的路还很长，风云变幻莫测，但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只要我们专注内在，提升自我，我们就无惧任何陷阱和诱惑。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立下不做损钱不讨好事情的誓言，以更坚韧的意志和更豁达的情怀去拥抱这个时代，去对抗未来的风雨。也许实现财务自由的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但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提升了认知，丰富了阅历，也锤炼了心智。无论最后是否到达终点，这一路的成长和思考都将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愿每一个脚印都铿锵有力，愿每一次选择都无怨无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愿你我都能避开陷阱，稳步前行，书写只属于自己的华丽人生。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